师兄，怎么了吗？你渡劫在即，有些事也该对你言说了。当下木门关上，李长寿在面前一点，一只圈椅出现在书桌后。灵娥款款而来，虽也是平日里那淡淡的妆容，但可能是因为临近渡劫的原因，她浑身散发着似幻似真之感。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，李长寿不会再东奔西走，会专心陪在师妹的身旁，祝她顺利渡劫飞升。若是能有飞升之事，那也是再好不过了。不过这般也不能强求。灵儿，你对咱们人教了解多少？灵儿眨眨眼，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白皙的脸蛋上莫名的多了一些红晕。提到人教，那必然是道侣之风。他咬了咬下唇，小声问：师兄，这里是不是很隐蔽，不会被人探查到呀？不错，这里是小雄风阵法围起来之地。现如今阵法不断升级，哪怕普通金仙，若不拆开这座山，也寻不到此处。灵娥的俏脸顿时红透了，抿着嘴唇，头顶有些白雾泛滥的趋势，也不知心底想到了什么。李长寿默默地拿出了2套石板与刻刀，一套放到了灵娥面前，一套放在了自己身上。来吧，今日为兄在外也做了一些不稳妥之事，刚好与你一同受罚，每人4500遍。灵娥气息一颤，楚楚可怜地看着自家师兄，委委屈屈地道了句：师兄，我自罚的那些加起来只剩900多遍了。我需要写9000遍。师兄，我帮你写一半。记得把那900一起加上。我写4500，你写5400。开始吧。灵娥顿时泪眼婆娑，李长寿却是眯眼轻笑。他已是低头拿起刻刀，开始细细的刻画。专心写，念头集中，勿要多想。我会帮你提升一次道基，多给你增加半分把握。那师兄，你可不可以把自己身上的那些遮掩法术去掉呀？这次可以，下不为例。李长寿点点头，散掉了身上的几重术法。金鳌岛喜宴过后数日，教主哥哥现如今远非咱们能及了。唉。东海龙宫2太子宫殿中，那张几10丈的大床角落，2道身影正相拥着。听闻敖乙有这般感慨，姜思儿也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只能靠着自己夫君更紧一些，轻声说着：夫君为何会这般叹气？教主对咱们已是极为关照，对龙族更是尽心尽力。此前不是还有长老言说，夫君你入天庭时，龙族气运明显回升了一些，而那16位巡海小神归位后，龙族气运又涨了一截。这些都是教主给咱们的好处呢。这个叫笑叹，我是替教主哥哥开心。如今的教主哥哥已是能与天地间的顶级大能同住而已。想当初，教主哥哥不过……夫君。姜思儿突然打断了敖乙的话语，低声道：你叮嘱过，莫要提有关教主哥哥跟脚之事，对我也是不能。敖乙顿时警醒，立刻检查了一下大殿外的诸多阵法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多谢思儿你提醒。姜思儿柔声道：教主因龙族之事被强敌嫉恨，咱们万不能有这般差错。敖乙将自己夫人搂得更紧了一些，柔声说着一些体己话。启禀二殿下，西海敖氏太子已到了宫内，龙母请二殿下前去相见，说是有事相商。突听殿外有海女禀告，姜思儿应的一声就躲去了薄被中。敖乙嘴角轻轻抽搐几下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夫君。姜思儿在被窝中露出脑袋，小声道：万事记得跟教主商量。最近四海虽无大事，但思儿心底总归是有些不安。好。
敖乙给了姜思儿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迅速穿戴整齐，朝着殿外而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敖乙皱眉而回，已经梳妆打扮好的姜思儿快步迎了上去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与咱们倒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敖氏表兄邀咱们兄长前去西海龙宫赴宴，这次是四海龙宫大太子齐聚，大抵是寻欢作乐，并非什么正事。那夫君为何愁眉不展？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敖乙沉吟几声，回想着自己此前所见。今日不只是敖氏表兄来了，还有南海的敖某表兄。敖某表兄的性子你可能不知，他不太喜欢规矩拘束，有些放浪形骸，而且平日里对自身颇为放纵，经常与侍女厮混。龙族当然有不少这般子弟呢。上次见敖某表兄就在2年前，他精神萎靡，阳气亏空，龙元不稳，气息虚浮。但今日所见敖某表兄，双目蕴神光，气息沉且稳，面色红润，龙元深厚，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你呀，人还不能改了性子，或是吃了什么丹药补品？有问题。敖乙摇摇头，起身在床边不断的踱步，细细的思量着。只是这般发现，也不能去吵扰教主哥哥。姜思儿忙道：夫君切莫动涉险之念，教主曾言，事无巨细都要对教主言说。放心。敖乙仔细想了想，假如我是教主哥哥，此事该如何应对？很快敖乙心底有了主意。先稳一手，我先去找几位长老商议一下此事，看能否请动几位高手暗中跟去西海看看。言罢，敖乙又匆匆忙忙向着殿外而去。姜思儿有些欲言又止，但也未多说什么。小琼峰后山棋牌室，刚进行到了一半的牌局摆在桌上，刚开始修行不久的少女雨师在隔壁房中打坐修行，两道倩影与一具铁塔般的身形聚在阁楼楼梯处，关切地看着上方。不多时，九九轻手轻脚地在楼梯上走了下来，用仙力打了一层结界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有秦玄雅问：灵娥师妹可修行了？没，直接睡着了。九九皱眉叹气：唉，太吓人了这也。江灵儿忙问：怎么了这是？刚才看她驾云回来，整个人精疲力尽，像是丢了魂魄。我也不知。九九眉头紧皱，一本正经地说着：我就听他嘀咕着什么，师兄要他5400遍什么的。有秦玄雅有些不明所以。5400遍？噗！江灵儿差点笑喷出来。玄雅，你别乱想，小九开玩笑呢。有秦玄雅头一歪，陷入了更深的疑惑。九九两步跳下来，蚂蚁短衫的丝线一时告急。九九笑道：是抄写经文抄了5400遍。师娘你想多了哟，灵娥她还被自己师兄嫌弃道基不稳呢。提到渡劫，江灵儿身为灵娥的师祖，也不由得露出几分正色。灵娥渡劫在即，若真是道基不稳，却也该受些磨难。只是抄写经文，如何能巩固道基？有秦玄雅在旁道：若是长寿师兄让灵娥师妹做的，那自然是对灵娥有增益之事，相信长寿师兄就是了。一旁的熊灵力各种点头：我表兄老厉害了。问题是灵娥道基怎么不稳了？九九鼓了鼓嘴角，道了句：我此前见过几次灵娥有所感悟时，自身散发出的道基之象，那道基青莲都已是8瓣有余。这一般道基，比我当年都要稳固几分呢。江灵儿突然打断了九九的话语，指着天花板：看，
几人仰头看去，却见天花板上有一朵2寸直径的青色莲花缓缓飘落，青色淡淡，久伴寒光，宛若有一缕清香在各处弥漫开来。九九杏眼一瞪，惊呼：久伴了！不对。江灵儿双目之中绽放神光，看到了此时灵娥的情形。2楼静室中原本侧躺在床榻上的灵娥已经被灵光包裹，悬空盘坐，身周围绕着一只只模糊的字体，这些字体正朝着灵娥身后汇去，那里隐隐有一本书册之影即将成型。快！江灵儿顿时开始招呼：灵娥马上要渡劫了，快！九九急道：快干什么呀，师娘？有秦玄雅则是一言不发，立刻就要朝着楼上赶去。各位不必着急，他此时正是在成仙前的悟道。正此时，一缕微风从门外吹来，李长寿的身形直接出现在了几人面前。这么快就悟了？李长寿也是稍微的有些惊讶，还以为灵娥要休息半个月才能有所突破呢。哎，不对，李长寿注视着2楼处的灵娥，目光落在了灵娥身后的那一本书册的虚影之上。隐隐的，他在上面看到了一个稳字。有稳字经入道？这……李长寿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也略微的有几分凌乱。还好他仔细的观察了一阵，发现自家师妹确实在无为经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此道并无差错，未来也可期许。师祖，劳烦你对门内说一声，稍后灵娥要去山门外渡劫，还请门内门人弟子勿要靠近打扰，以免被天劫误伤。江灵儿道：行，我这就去百凡殿，就说是我家富贵说的。有秦玄雅在旁问道：师兄，可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？渡劫乃自身之事，放心，灵娥准备的已经十分充分了，稍后我也会为她护法。九九主动请缨：我去给灵娥擂鼓助威。熊灵力小声问：我能帮忙吗？好。九九小手一挥：你当鼓。熊灵力顿时苦兮兮地答应一声，阁楼内也多了几声笑语。不同于师父奇缘老道的天劫那般扭扭捏捏，也不同于李长寿的天劫那反反复复返场重来，灵娥的天劫来得十分的轻柔。成仙前最后一次悟道结束之后，灵娥缓缓睁开双眼，眸子中满是璀璨灵光，整个人被淡淡的云雾包裹，雪白的肌肤吹弹可破。李长寿传声一句：天劫到了，可准备好了？灵娥轻轻颔首，自是已有感应。她本以为自己会有些担心害怕，但是听到师兄的嗓音，心底一瞬便宁静了。便是天劫，又能如何？渡过天劫，自己便有更多寿元，能在峰上与师兄为伴。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灵娥快速地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几只储物法宝，看着其中分门别类放好的各类渡劫专用宝囊，信心更增。换上一身特制的法宝纱裙，其外再套罗裙，长发披散而下，又简单束起。提一把短剑，握一杆玉笛，下楼与师兄相视而笑。推开门来，其外已经是百里阴云，无边灵气滚滚而来，阴云之上云雾翻腾，山门各处尽被惊动，道道仙石汇聚此处。李长寿的袖袍挥舞，一朵白云托起自己与灵娥，驾云朝着山门赶去。李长寿问：各处可检查好了？灵娥轻轻颔首：师兄放心就好，都已准备好了。来，把这个含在口中。李长寿拿出一颗被仙力包裹的金色丹药，灵娥想都没想，也没有问这是什么。
将丹药捏起放在口中，嘴角顿时鼓了起来。李长寿叮嘱道：可莫要将这颗丹药直接吞了，这是以防万一最后的底牌，给你保命用的，一颗很贵的。吃药了，说话都不清楚了。别说话了。哦。灵儿乖巧地答应一声，抬头看着漫天的乌云，道心却是一片寒宁。山门处10多道身影等待着这对师兄妹前来。师祖江灵儿、师父齐元老道、小师叔九羽师、师伯九巫九师，以及其他的4位9字仙人，还有燕儿师姐、琪琪师弟。灵儿向前做了一个道揖，江灵儿笑道：度过天劫，我让你忘情师伯祖出手，把你师兄敲晕了，扔你房间。灵儿顿时俏脸泛红，想点头又不敢，只能弱弱地看了一眼师兄。李长寿在旁边含笑而立，齐元却是不放心地叮嘱道：哎呀，渡劫这种事为师有经验，若是不能硬扛就不硬扛。长寿，你的丹药可给你师妹备下了？备了另一种。李长寿忙道：师父放心，当时师父渡劫时，弟子修为不足，本领不够，师妹渡劫之事已经准备稳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齐元老道满目感慨，当下将灵儿与齐元一左一右让开，李长寿带着灵河驾云过山门，周遭顿时传来鼓励的话语声。灵儿挨个行礼，此时却是说不得话。出得山门，渡劫之地就在前方荒山之上。齐元等人驾云跟随，停在10里之外。